所以这家你都没有去打过卡吗？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去过，但是排队人巨多，所以我就没有。因为它的定位是网红餐厅，所以人应该会比较多。我也是昨天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的。哇，你是不知道，当年国内可火了，排队人山人海。我第一次排完队吃到的时候，我都被惊艳到了。那希望今天这人竟然也能让你惊艳一下。今天我们来到泰二酸菜鱼，这家店其实已经开了1年多了，但我一直都没有来过。之前感觉朋友圈他们发什么种草视频、种草图片，我都感觉自己没有被种上。真的就是因为国内排队太厉害了嘛，我就感觉吃一顿饭要排这么久的队没什么意思了都，不像有些人为了买一双鞋、买一件衣服可以排7、8个小时的队。我跟你说，其实之前我来吃过好几次了，没有一次是要排队的。啊，那我感觉我亏了。是，而且我昨天晚上查资料的时候，它国内泰二门口的海报上面写着是不能外卖的，但是没办法，现在疫情期间嘛，只能做出改变。这个第4条也太尴尬了吧？要不你尬舞一下？先点菜。我还以为他真的要尬舞，吓死我了。贴心的给我们分成了3人份，但是为了给大家看到它实际的分量，我们决定还是把它装到一个大碗里，这样大家可以更直观的看。哦，好香，确实很香。我觉得都不够放哎，怎么回事？不够放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。那刚刚我们已经把这个酸菜鱼放到了一个大碗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分量其实还是很足的。我们这边还有满满的1份没有用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测评吧。任何水煮鱼我们都逃不开这个鱼汤的部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酸菜鱼的鱼汤其实跟正常鱼汤不是很相似。正常鱼汤应该是呈现一种乳白色，因为鱼肉里面的脂肪会流入到汤里。但是这个是因为酸菜的原因，它是呈现比较偏绿色多一点的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上面其实浮了一层很大的油，这说明他们在制作酸菜鱼的过程之中，应该使用热油爆香了里面的花椒和辣椒。那因为过油，加上我在减肥，我们就不尝试这个汤了。那接下来是这个鱼肉，一个好的酸菜鱼呢，对厨师刀工要求其实是很高的，因为它确保鱼肉的厚度在煮完之后会弹，但是不会因为夹起来而散掉。那这个还是挺不错的。我这边刚刚尝了一下这个酸菜鱼的口感，我觉得它的滑嫩程度是适中的，但是非常鲜美。但是有一点小问题，就是它有鱼刺，有那种小的鱼刺。我记得我以前在国内吃的时候，好像是标榜没有小鱼刺，那个有大鱼刺。但是这个可能因为美国这边的鱼和国内的还是不太一样吧。但是听说都是现杀的，应该还是很新鲜的。酸菜其实是酸菜鱼的灵魂了。好的一个酸菜呢，可以起到给鱼提鲜的作用，因为酸菜是发酵产品。但是这个酸菜呢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点小辣，爆辣，就是因为我们俩都不太能吃辣。但是它咸淡是适中的，就是给这个鱼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鲜的作用。那我们今天其实还点了2个小菜，其中一个是这个酥炸无脸腩，其实就是酥肉了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无脸腩这个名字。那它里面还跟了一盒应该是5香辣粉，那对于我这种不吃辣的人来说还是免了。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酥肉，总体来说它还是很香的，但是可能是因为外卖的原因吧，就是在拿过来的途中可能有点冷掉，它并没有那么的酥脆，但是我觉得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如果能在现场吃到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更好。那可能得等疫情以后，大家再有机会去店里面可以尝一尝。在我面前的这个是红糖糍粑，我把这个红糖倒进去。外卖它是会分装给你一份这个红糖，上面是糍粑裹的黄豆粉，但是因为外带，所以它那个黄豆粉有一点点结块，但是你把这个红糖就是倒上去就还好，就还挺好看的。那我们现在来试吃一下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这种甜口的东西。这个黄豆粉也很香，然后这个红糖也不是特别甜，
但可能就是因为外带的原因，这个糍粑稍微有点冷的就没有那么的软，所以我觉得这家餐厅还是适合常吃。有些炸的东西它可能就是外带没有那味儿。所以它都不允许外带还是有原因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换了。那你们对这一次泰二的总体评价是怎么样的？我觉得总体来说味道还是挺不错的，没有试吃过的小伙伴还是值得一试的。但因为我在国内吃过嘛，因为我第一次吃它真的非常惊艳，所以我现在期望可能再高一点。但是这次我觉得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外卖的原因，我觉得好像没有国内的总体水平高。可能也是因为鱼的关系，因为国内的鱼和国外的鱼可能不一样，所以可能有刺啊什么小小的影响了一点体验，但总体来说味道还是可以的。希望以后疫情结束了，我们可以去现场再吃一次。安排。那我们今天的测评就到此结束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收工吃饭。我是法布，我是大大优，我们是 Snake 的小伙伴，欢迎大家点赞、留言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跟我们一起探索南加美食，记得点小铃铛哦。